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去年的10月19号，我们在 M2 档案的一期视频下面就看到了一条评论，留言的呢是香港著名演员周海媚。她饰演的老版《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也是我的童年女神啊。那她能给我们关注留言，感觉受宠若惊，整个 M2 团队呢一时间都很高兴很兴奋。没想到啊，在这之后短短2个月，周海媚去世的消息就上了新闻，不仅我们是痛心不已啊，感觉就是无限唏嘘，无数喜欢支持她的观众也都非常伤心。虽然呢，官方工作室和她的家人称说周海媚是突发心脏病猝死，但是她生前和逝世后数度被传患有这个红斑狼疮，有好几个她身边的亲友都透露过，她多年来饱受该病的折磨，免疫力经常受到影响。红斑狼疮这个疾病呢，就像是恶魔的幽灵一般，时常从人们的视线中飘过。而最近啊，它又附体在了另一名女性身上，就是大家前些天热议的那个沙白女士。虽然说各种报道和讨论已经足够多了，我们在做选题的时候呢，也在考虑还要不要继续这个话题。如果再谈，意义在哪？直到我们看到有一些医学专业人士和博主指出，如果沙白的故事不能被完整讲述，将会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造成误导。所以啊，咱们就尝试再设计一下沙白事件以及红斑狼疮这个病的科普，希望能够有一个梳理和通俗的了解。当然了，咱们还是得从女神的陨落说起啊。2023年12月12日，周海媚工作室的官方微博突然发出消息，说海媚姐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2月11日离开了我们。愿天堂没有病痛，愿来生我们再相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大家非常震惊，因为就在前几天12月6号，周海媚才刚刚度过了她57岁的生日，工作室呢还发布了她本人出镜的短视频。视频中她看起来状态很好，短短的几天时间，好好的人怎么就去世了呢？12月27号，周海媚的姐姐周海莹做出声明，说海媚是突发心脏病猝死，很平静很安详，没有痛苦，希望大家不要再讨论猜测死因，请大家多给点尊重。死讯公布后周海媚的艺人好友田启文就指出，说周海媚生前其实一直饱受全身性红斑狼疮的困扰。周海媚的干兄黄日华也在访问时透露，早在1998年二人拍摄电视剧《天地豪情》的时候，就已经察觉到周海媚脸部经常出现红斑。去世前呢，周海媚曾经在北京的一家医院治疗，网友们又翻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某位医生之前发的视频，里面暗示了周海媚的病情，从侧面证实了她因患红斑狼疮住院，病情呢十分危急。曾经在周海媚事业正红的时候，港媒就报道过她的面部出现红斑，被检查出了红斑狼疮，无奈只能停工治病。1998年，她在电视剧《纵横四海》中饰演女主角陆云，然而在拍摄期间呢，她突然离开剧组，导演王晶只能临时改剧本，以煤气爆炸的事故结束了女主陆云的戏份，10来集女主就下线了，后面的戏都改在了饰演陆雪的杨恭如身上。2006年，有个粉丝在杨恭如的微博下面留言，说自己的妈妈患有红斑狼疮。杨恭如呢，在回复中无意间确认了周海媚当年拍摄《纵横四海》因为红斑狼疮发作而退出剧组的情况。媒体也根据时间线捋了一下，发现周海媚从1998年之后就很少露面了。2009年，她回到 TVB 拍摄《雪景狙击》，港媒再次爆料她患红斑狼疮10年。但是周海媚始终否认自己患有红斑狼疮，为纵横四海宣传的时候说自己是被蚊子叮后细菌入血，是不寻常的发炎。在接受采访时，他说自己血小板过低，稍微磕碰一下就会淤血留疤。对于病情，周海媚的态度很乐观，他说多检查，注意身体就好。不论是什么原因让他对红斑狼疮三缄其口，如今斯人已逝，只有无尽的思念。他的美貌，他的演技，他在荧屏上塑造的那些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陪伴了我们一代人的时光。这其中最为深入人心的，那就是94版《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了。她出尘如仙，狠毒疯狂。周海媚把金庸武侠世界中性格非常复杂的这个女性形象塑造得极其成功。据说金庸先生在看到周海媚之后笑称，如果我早知道周芷若像你这么美，
我就会将它的结局写得更好一些。2018年现象级古偶《香蜜沉沉烬如霜》中，周海媚饰演反派天后，精湛的演技让不少网友恨得牙痒痒，甚至有人跑到微博上对她进行人身攻击。周海媚没多说什么，只是平静地退出了微博。在工作之外，她热爱生活，注重健康。在没退出微博之前，爱跟网友分享一些生活碎片和宠物狗狗。她还一直热心公益事业，担任多个慈善机构的爱心大使。关于周海媚，咱们说了这么多，一是因为我们有过短暂的缘分和交集，二来呢，因为我们几乎看不到红斑狼疮给她带来的影响。她有理由展示与病痛的缠斗，获得更多粉丝的关心和同情，但是她没有，她选择只给我们留下经验和美好的印象，这是我們更欽佩她的地方。人生好短嘅啫嘛，做咩要俾自己咁多束縛啫？係咪？我覺得最緊要係你真係活得開心，就好似睇到個太陽咁樣，即係我覺得生命係好神奇嘅，亦都係好值得我哋去珍惜。周海媚去世的消息让大家在惋惜之余再次关注起红斑狼疮这个病。很多人其实是早些年间从第一次亲密接触这部网络小说中得知这种病的。轻舞飞扬，年轻的生命因它逝去，很多读者因为女主的离开躲在被窝里偷偷掉眼泪。蝴蝶是美丽和梦幻的象征，但当蝴蝶形状的红斑出现在脸上，却是可怕的疾病。红斑狼疮也被称作蝴蝶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比较常见的两种呢是皮肤型红斑狼疮和系统性红斑狼疮。我们查阅了相关资料，试图弄清楚这个病的来龙去脉，但是毕竟专业有限，如有不足，欢迎有医学背景的朋友批评指正在2022年1月，B 站有位科普 UP 主奇诺就曾经发布过一期关于红斑狼疮的视频，说早在公元855年lupus 一词呢就被用来描述一种奇怪的皮肤疾病，患者的皮肤就像是被狼咬过一样，一开始是鲜红色，随着时间推移，病情发展，慢慢成为一个瘢痕性的红斑变化。lupus 呢在拉丁语中就是狼的意思。19世纪法国皮肤科医生 Cazeneuve正式的首次应用了红斑狼疮这个术语。1872年，医学大家 Gaposi 根据尸体解剖提出，狼疮不单单是皮肤病，一些患者有关节表现和其他严重的全身症状，累及全身多个系统、内脏器官，可能导致死亡。这就促成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概念。随后一系列的医学研究帮助人们认识到了狼疮的系统性本质。大家都知道一般情况下，这个免疫系统会保护咱们不受病原体的伤害。但是呢，当你自身的免疫系统发病的时候，它就会不分敌友，疯起来连自己都打，导致体内正常的细胞被误杀，造成不同的人体部位受损。在红斑狼疮中最严重的就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由于难以根治且需要长期治疗，被称作不死的癌症。根据美国狼疮基金会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500万患者受此病的困扰，而中国患者的数量已经超过100万人。这个病呢有一个特性，就是重女轻男，女性与男性的患病比例大概是9:1，而且18到40岁的育龄期女性是最主要的受害群体，所以这红斑狼疮也被称作是美女病。要知道在科技和医学已经如此发达的今天，红斑狼疮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依然是个谜。咱们只知道它可能与遗传因素、环境因素、雌激素水平相关。系统性红斑狼疮会影响皮肤、关节、肾脏、心脏、肺部、血液系统以及大脑等部位，从轻微到严重，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而肾脏是最常见的受损器官。国内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中，40%到60%在患病之初就伴有肾脏的损害。这些人里面大约有20%左右的会进一步发展为尿毒症。对于患者而言，最痛苦的呢就是这个病目前没有根治的办法，它会不断的复发。不少人就是在这个复发、缓解、再复发的过程中不断的被消耗和伤害。不仅如此得了这个病后生活质量会大打折扣，比如不能晒太阳，因为紫外线可能诱发狼疮活动。
爱美的女孩子不得不放弃化妆品啊、染发剂啊、香料啊，因为这些都有可能是过敏源。长期使用激素药物还会引发一些副作用，比如体型的变化、肥胖、满月脸等等。如果接受不了自行停药，又会导致疾病复发，加重器官损害。这样一来，反而可能最后得增加激素的剂量，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每次复发呢，可以说都对患者是无比的折磨和重创。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次事件中的沙白女士，她放弃继续治疗，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个我们稍后会细说。红斑狼疮呢，其实在男性身上的患病几率比较低，但是流行天王 Michael Jackson 就不幸中过招。他的音乐和舞蹈激励了无数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巨星他也患有红斑狼疮。他的皮肤科医生 Arne Klein 博士说，Michael 一直遭受着白癜风以及红斑狼疮的折磨。他的症状很糟糕，刚开始身上出现一些小斑点，然后遍及全身。由于脸部和手部的皮疹很难治愈，他只能通过戴手套、涂口红等方法掩盖病症。之后他的身体出现了肤色变白、不均匀的斑块，对阳光极其敏感的问题，所以他用浓妆掩盖，用穿衣打扮尽量包裹身体，在太阳下总撑着一把伞。从1986年确诊到2009年去世， Michael Jackson 和红斑狼疮斗争了整整23年。2010年，知名歌手 Lady Gaga 在访谈节目上承认，自己的红斑狼疮诊断结果呈边缘阳性，意味着他可能有狼疮的某些症状，但是并未完全符合他的诊断标准。他说红斑狼疮呢是他的家族遗传病，一位亲属就曾经因为红斑狼疮去世了。而他早前在东京表演的时候突发呼吸困难，被送上救护车，同时伴有心悸症状，也和红斑狼疮的病症吻合。无独有偶，2017年乐坛小天后 Selena Gomez 因系统性红斑狼疮接受肾移植手术，捐肾给她的呢就是她的闺蜜女演员 Francia Raisa。 但是在得到了朋友的肾后不久， Selena 呢只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抽烟喝酒日光浴样样来。闺蜜自然是希望她能够珍惜自己的付出，好好爱惜身体。但是久而久之在 Selena 眼里呢，这反而成了道德绑架。舆论对他们友情的讨论也成了桎梏他自由的枷锁。不过也有网友认为，捐肾是自愿的，不代表有干涉他人生活的权利。甚至有的粉丝还觉得，闺蜜在公开场合提及自己的身体负担，都是对 Selena 的变相压力。两个人的友谊就这么亮起了红灯，闺蜜情深变成了曲观再见。网友也非常心疼闺蜜的交友不慎。这两天，红斑狼疮又一次席卷了社交媒体的热搜。起因是一个叫沙白的女孩决定去瑞士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在视频账号沙白白的频道上宣布自己生命进入倒计时。就这样打算上路了，愉快的上路了。Just like I told the doctor, I want to celebrate it instead of mourning for it. 明天我就不可能发视频了，因为我明天首先要很早起来，然后还有个会面，然后呢会面完之后的话就直接打的去旅游景点了，然后10点钟的话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美丽的风景了，好吗？沙白今年43岁，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母亲是上海本地人，父亲是高级教师。他从小衣食无忧，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上海小囡。家人从小也很尊重他。当他不想练电子琴的时候，父亲也不会强求他学。等他自己后来对钢琴产生兴趣了，父亲又花重金给他买钢琴，全力支持他。从新加坡国立大学 MBA 毕业以后他海归回国做了托福教师，工作能力很强，受到领导赏识，薪资不菲。之后创业也赚了不少钱。我第1年我赚了180万税后的，然后那个时候爆发了，我就知道我活不长，我本来就知道我活不长，所以我为什么说我没有遗憾的原因，是因为一般的人拿到了这个钱可能会存起来，我没有存，我大部分的钱我100万全部都花在了包包、衣服、鞋子上面，然后我觉得花的爽呀，花的开心啊，花的就是爽 you know。 然后第2年的话，我跟我的 partner 就是说分开了嘛，因为我得了这病以后的话，我大概就是说一下子就买张机票去新西兰，因为我觉得我活不久了。那我partner需要我在上海嘛，反正我们之间因为经营理念也发生一些
一些不合拍的想法，然后我就在外面自己单独租了一个办公室，大概每个月的 cost 有3.5万吧。但那个时候我也是想说，为了证明说我一个人也可以干得很好，我也是拼命，就是赚了很多钱，但差不多100万第2年的收入。除此之外啊，他爱好广泛，会多国语言。从世俗的眼光来看，沙白呢的确是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的女士，这样的人生本是让人极其羡慕的。但是啊，她在20多岁的时候就患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我只记得呢，我在华山医院住了整整2个月，每天都是40度的高烧，然后这个红斑又从头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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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部都是发到脚。那个时候我傻乎乎的。I was not afraid of the disease. I was not afraid of being ugly. I was not afraid of being dead. 但是我就是不喜欢住医院，所以我就跟爸爸说，我说我他妈在医院住了2个月都不见有任何的好转，也不知道是啥病。我说我还是回家吧。然后这个时候就跟医院签了一个免责协议，也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回家，如果你万一比如说翘了，跟咱医院没关。我这一生当中不知道签了多少次这样的协议。即使身患这个不死的癌症，沙白也不愿意降低自己生活的质量。游泳、跳舞、搏击、潜水、跳伞，这些运动呢，他都没有落下。他爱美，要享受爱情和自由。他热爱旅行，去冰岛蓝湖泡温泉，在雷克雅维克 City Walk， 在北欧最美小镇卑尔根跟老爸去雪山徒步，足迹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沙白在视频中称，在自己长达20余年的抗病历程中，经历过7次病情爆发，除了皮肤损害，每次发作都伴有关节炎、关节痛，后期更是出现心包炎、癫痫等严重症状，最终导致肾衰竭。他需要每周去3次透析才能维持生命。而网友们关于沙白最大的争议点是，本该遵循医嘱服用激素治疗的他呢，因激素会导致发胖，为了美好的身材，所以他一度拒绝用药。红斑狼疮患者不宜晒太阳，不宜剧烈运动，可他偏要游泳、打拳击、晒日光浴。其实是很平稳，因为每个人看到我都会觉得我是超级健康、超级阳光，因为我就是不听医嘱，我就是晒太阳。今年年初，沙白告诉自己的意大利语老师，自己因为用激素胖了30斤，需要造瘘，持续的脱发、带状疱疹也让他苦不堪言。因为长时间透析，他时刻需要人照顾，连洗头、擦身体、大小便这样的事儿都无法自理。更严重的是，他爸爸已经患了阿尔兹海默症，帮忙照顾了他1个月，体力不支，他感到非常愧疚，陷入了抑郁状态。他每天呢，只被允许喝大概1/5瓶矿泉水那么多的水，超过这个量就会极度痛苦。上海40度的天气里，睡觉也要开着电热毯。喝这么1瓶可乐的水，只要超过这个水量，我透析就会极度痛苦，而且透不完。就是你想，就像你说的，去上洗手间、去吃、去喝，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痛苦，对吧？还不包括性生活。你一天只能喝这么一点点水，都要被医生说，你觉得这种日子有什么过头吧啦？真的，我觉得有些网友真的，我也想说，站着说话不腰疼。一开始呢，沙白也是想换肾的，但是匹配率极低。到后面身体的其他器官也撑不住了，医生也不建议换了。他不愿意过这样没有质量的日子，所以便选在趁着自己还美丽的时候，去瑞士告别这个世界。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你什么叫自私啊？我其实也是为我爸考虑，我爸他妈都78岁的人了，你们知不知道我爸爸每周三天都从很远的松江赶到我市区的延安西路来，就是说接我回家。你们希望我爸爸是这么生活的吗？他现在完全没有生活的自由。我妈妈本来身体也不好，然后我现在也身体也不好。其实我走的对大家都是一种解脱。如果你们让我这样无限制的透下去，其实最后我也是死亡。只不过不是因为肾衰死、心衰死嘛，最后我还是会死掉。那我父亲照样还是难过。你让我痛苦的活了10年，最后还生不如死的走了，然后我父亲照样难过。你现在来指责我说我先走是因为我自私，我呸！在评价自己的人生时，沙白用了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
于是呢，78岁的老父亲就陪着女儿跨越9000多公里前往瑞士。北京时间10月24日，沙白发布了最后一条视频，他靠在父亲的肩膀上，像孩子一样吐着舌头跟爸爸说：“不要伤心了啊。”他还介绍视频里的地方是 Dignitas， 即瑞士最大的安乐死机构尊严。年迈的父亲忍着生离死别的悲痛回应他：“这辈子爸爸为女儿感到骄傲。”女儿太像爸爸了，这辈子爸爸因你这个女儿感到荣耀。随后账号的头像变为黑白，沙白按照自己的意志过了一个他想要的极好的一生。随着沙白生命的逝去，有关安乐死的讨论再度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据媒体了解，沙白应该是首位公开获批在瑞士安乐死的大陆华人。在沙白之前，有台湾传奇主播傅达人，他曾经是篮球选手、教练，得过金钟奖，身材高大健美，晚年却饱受胰脏癌折磨，身高1.86米，暴瘦到49公斤。2018年6月，他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瑞士，在吞下一口一口的药剂后，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句点。瑞士呢，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协助外籍公民实施安乐死的国家。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所谓的安乐死啊，其实就是协助致死。但是因为油管的一些规则和要求啊，我们也就不再去强调它的这个实质了，我们就用安乐死来代指这个事儿吧。但是这个事儿本身呢，其实就是存在着巨大争议的。根据那个 Dignitas 机构提供的流程和相关资料，实施安乐死的条件非常严苛。有意愿的人呢，必须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且已经临近死亡，必须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确认不是冲动行事，且不受第三方的影响。满足以上几个条件后，才有可能得到协助。如果不符合标准，就无法得到那杯致命的巴比妥盐酸剧毒镇静剂。而辅助安乐死的收费一般会按照过程消耗的时间和劳力进行计算。2018年，傅达人安乐死的时候，全程花费3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7万，9万多美金。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1000人选择来瑞士结束自己的生命，其中最大的群体来自德国和英国。即使是在瑞士，其实大家对这个事的态度也是莫衷一是的，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主张限制，有人觉得应该禁止。而关于沙白本人，一场激烈的争论即将上演。很多关于沙白事件的报道和视频都引发了非常大规模的两极分化的争论。很多观众和读者还没看完就不读淡回，或者是已读乱回。每个人都有抒发自己观点和想法的权利。对于沙白的做法，我们做不到完全理解，对他结束生命的这个做法持否定态度，但同时尊重他作为成年人做出的选择。其实这个新闻啊，刚开始发酵的时候，有一些网友认为是炒作，还留言奚落他，要带什么货你赶紧上链接。也有网友认为沙白和他爸爸都是演员，因为沙白的社交媒体 IP 地址显示是在北京，不少人就猜测他是假死。后来大家发现这人是真的走了，于是便引发了网友一系列的生死大讨论。起初呢，网友们都佩服他的勇气，给他送上祝福，愿天堂没有病痛。有人说值了，沙白这一辈子比我3辈子都精彩。也有人说众生皆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如何去度是个人的选择。还有人说这是一堂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意义、爱与理解、勇气与尊严以及自由选择的哲学试验课。谢谢沙白和小老爸的这堂课。然而一天之后，舆论的风向瞬间转移，网友们的态度从祝福变成了质疑，甚至是谩骂。有人说他这种做法是极不负责任的，明明是自己不遵医嘱，觉得自己多牛叉似的，还要道德绑架自己的亲戚，指责表妹不愿意给他换肾。但是呢，其实如果耐心看完沙白的视频，就能发现他的本意也并不是如此。那后来我也写了一个短信给我的表妹，我说我并没有那么的想要换肾，其实就算是你答应了，我也未必想会，就是说我未必想要的，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个事情有我自己的看法。之前我已经跟你们说了，我自己本人就是觉得说，一个人他的肾坏了，按照最自然的一个方法，他其实早就应该长眠于地下了。
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科学科技的发明，特别是医学的发明，我觉得很多的地方我自己个人认为啊是逆天而为的。那请你允许我有我自己的看法。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医学帮助了你延续你的生命，你觉得你很开心，那也非常好。但是我们必须，就像我之前很多次视频里面多次提到的，我们应该允许有不一样的这个 individual， 不一样的个体发表不一样的声音。而相比于沙白本身的选择引发的争论，有一些医学博主以及医学专业领域的人士则更加担心，这个故事如果不能被完整讲述，将会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造成误导。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常聘教授曾晓峰，曾教授表示，国内目前有上百万的系统红斑狼疮的患者，现在20年的生存率能达到 90% 以上。北京海淀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张葛也表示，系统性红斑狼疮已是慢性可控性疾病，前提是患者能够积极配合治疗，能够用科学的方式面对疾病。这些专业人士站出来发声，是希望很多身患重病的人能够了解到，现代医学呢虽然远不完美，也有很多疾病尚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案，有的治疗方法也可能带有严重的副作用，但是只要你愿意坚持活下去，遇到新的更有效的副作用更小的治疗方案，希望并不渺茫。人生在世，很难避免疾病的困扰，不少的疾病都会多少限制我们的生活。不用说红斑狼疮这类严重的疾病，比如说近视、糖尿病，也会限制很多人一部分的生活。但生活本身就是丰富多样的，即使有了疾病限制了你晒日光浴，限制了你在沙滩上奔跑的自由，或者说限制了你维持世俗目光中那种美丽身形的可能，但这不代表无法变通，没有寻找到另一种充实美好活法的希望，它只是不一样，却未必有丝毫的逊色。而除了不遵医嘱自己作死之外呢，沙白身上还有这个不孝顺的这么一个争议。从视频中我们也能看出来，沙白的父亲是一位非常支持女儿想法的家长，但是在最后的这几个视频里啊，这位老人也是泪流满面，弱弱地问问女儿，可不可以再陪爸爸1年啊？但是沙白并没有同意。现在其实身体已经感觉好很多了，就不像上次去挪威嘛，感觉都爬不过山，今天还是可以的。那么再坚持1年。我不要再坚持，我不要坚持了，对，就是不要坚持。爸爸，我们还会见面的，好吗？对，我们在天上见面。我们最好了，对吧？乖，爸爸乖乖。爸爸爱你啊！我知道。爸爸，这是你最后一次陪我了，以后再不会麻烦你了。这什么屁话呀？你太累了。在接近80岁的年纪，老人家没有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而是远赴欧洲，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确实是十分残忍的事。沙白的父亲呢，已经非常坚强了，而沙白也讲述过自己跟母亲之间的隔阂。他在视频里说，自己患病以后呢，母亲一次也没来医院里看过，还说了一句话，说你生这样的病给我添了很大麻烦。这句话让他感觉到很寒心。后来他去做了基因筛查，发现是母亲遗传给他的患病基因，他就因此跟母亲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母女俩几乎决裂。沙白认为自己不欠父母任何了，父母生育子女可以出于任何的动机，但是子女也没有选择让自己出生而且父母也得到了养育子女的快乐呀。父母亲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呢，我在之前的视频也说过，我觉得是一个共生的关系，就是共同成长，就是说孩子带给父母无穷的快乐。有些父母其实生活挺空虚的，想借有一个孩子能够填补自己生命中的空虚，是不是？就真正是因为自己过得很好，觉得说哇这个世界非常美好，自己体验过，觉得哇塞好棒，然后也希望有另外一个生命来体验的，这样的就是说家庭其实没有那么多，至少在中国我觉得是没有那么多的。当然了，咱们要在这儿补充一个信息就是长期研究红斑狼疮的医学博主生物狗歪博，他表示，通过基因筛查判断红斑狼疮的遗传是基因公司不负责任的说法。当然了，有网友认为，作为沙白个人的选择，怎么选都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必要刻意去美化他的选择，并且到处宣扬他所谓极好的一生。在某平台的高赞评论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他的一生都在为资本制定的各种标签而活，
每一张精修的照片，每一个视频的十几美颜，不断提及的年薪和40多个国家的打卡，这些跟生命的深度毫无关联。他对极好的一生的这个定义空洞又肤浅，以为自己是在追求独立、标新立异，其实是深陷消费主义的陷阱，俗不可耐。有网友呢还盯上了沙白父亲的牙，质问死者：你那么有钱，怎么不给你爸装个假牙呀？沙白在生前的视频中其实回应过这个问题，不去种牙是父亲的意愿，老人呢比较倔，很难改变观念。他也叮嘱过父亲，在自己离开之后一定要去种牙。爸爸脸长得最帅了，小小的一颗头，就是你待会儿等我没了以后，一定要花钞票去做种植牙哦，答应我的。长得好看点嘛，我嘴巴张开了，你们不会逃走的。我牙齿也要嘴巴张，我就越张着逃走的。你不要只讲不做，以前一直叫你做，不做，哎呀。但是呢，沙白的黑点还有一些，比如有网友曾经发去了鼓励的祝福，但却被沙白怼回去了。另外，沙白对人体器官买卖、卖淫嫖娼的一些言论颇受网友们的诟病。本来这个匹配的概率就是很低的呀，我也是做过努力的了。这个全世界只有美国是可以活体换肾的，中国的活体换肾只能限于亲戚之间，不能限于就是说非这个就是说咋说呢，就是非血缘关系人之间是不可以活体共生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不道德。那到底这个事情道不道德呢？我觉得我不置可否。在两方观点争执的面红耳赤的时候就逐渐演变成了一些有人就能靠辱骂逝者来蹭人血馒头的流量，对逝者就上升到了人身攻击的层面。就有人说沙白名字的拼音缩写是什么，这就是对他人生的精准概括。有人说他就是白左受西方自由思想的荼毒太深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有人说你看他就是个反贼，成分很可疑，三观也不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沙白是典型的表演型人格，连死亡都要直播给大家看，以此展示自己有多炫目。一个拥有150万粉丝的知名医生博主在微博上抨击沙白，言辞激烈的程度就是我念出来都全部要逼掉的那程度。有网友就实在看不下去了，diss 了几句，说他作为一个医学大 V 这么下场鞭尸有点不妥吧。这么沸沸扬扬了好几天后沙白的视频号不知道是亲友主动下架了还是被封了，就变成一片空白。后来等网友们都骂够了，情绪发泄的差不多了，靠辱骂逝者博眼球的大 V 们流量也蹭够了，理智的声音又渐渐占据了上风，沙白的视频号也恢复了。沙白早期发布的内容是关于托福口语的，他给学生分享解题思路，他的才思敏捷，他表达的精准和犀利也反映在学生的成绩提升上。很多网友翻到了他的第一条视频，在评论中留言，在他离开时知道他，现在用倒叙的方式来真正认识他。其实在沙白的很多条视频里，他都曾经反复强调，请那些已经得了红斑狼疮的人好好吃药，我呢是个特例。我不希望别人效仿我，就像我一再强调的，我也不会去推荐别人要干嘛干嘛的。请你们那些已经得了红斑狼疮肾炎的人好好吃药，因为我是一个特例，我可能几千万当中都只有我这么一个人。你是没有这个胆子不吃激素，你是没有这个胆子拿自己的生命的时长来换生命的质量的。所以就是说我这故事你就当笑话听一下。在沙白离开的1周后，凤凰网发布了文章《真实世界里的逝者沙白》。记者采访了沙白的父亲、朋友、前同事等等，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说，经过网上2次加工的沙白与他们认识的真实的沙白相距甚远。沙白的父亲说，从小老两口就愿意满足女儿的合理要求，女儿呢也一直很独立，她认定的事儿没人能去改变。女儿在最后阶段身体已经很痛苦了，如果不走这条路，就会在病痛当中离世。对于外界说的沙白不遵医嘱的质疑声，沙白的父亲表示，女儿不接受别人对她任何一点的批评，没有办法阻止，而且珍惜生命得靠自己，借助外力很难做到。对于女儿和母亲的矛盾，沙白的父亲说，自己的妻子身体也不好，女儿有什么事儿都是他去照顾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女儿的个性又比较强，跟妈妈的关系不是很融洽，但父女关系非常好。
老人还恳请网络上热议的网友们，包括那些替二老鸣不平、责备女儿不孝的人，不要再评论了，让他们过过平静的生活吧。沙白的前同事认为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他会给工作室外的流浪猫准备猫粮，教培机构嘛，难免会遇到一些心理不健康的学生，沙白都会积极引导他们。一些很自闭的孩子敢于开口跟他交流，愿意跟他分享生活，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沙白父亲说，再过几天他将启程去美国旅行，这是沙白生前最后一次为他安排的旅游，希望父亲能够出去散散心。对于沙白而言，不论人们再如何惋惜、感叹或者愤怒、谩骂，这个和病魔战斗了20年的女人都无法再做出回应了。也许被误解才是表达者的宿命，也许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二极管。对于沙白的行为，可能最应该采取的态度是不评价、不宣扬、不效仿，只看见。毕竟逝者已逝，我们不做舆论的推波助澜者，只是一个旁观者和记录人。人生没有回头路啊，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我们想为那些正在和疾病抗争的朋友们送上祝福，愿坚强的你们早日战胜病魔。在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微博超话中，病友们互相鼓励，互相打气。其中一位网友说：“活着，加油，明天的太阳更美丽。”感谢收看《艾玛档案》，咱们下期再见。